宫斗胜利后，我的儿子成皇帝，而我却在他登基后被赐了白绫。临死前，我才知道皇帝竟一直认为我不是他的亲生母亲。我为去母留子，杀害了他的亲生母亲。他隐忍数年，终于大仇得报。我听后感觉荒谬至极。当年的太医与接生婆俱在，况且我又不是无法生育，何必夺人之子？朕只相信自己看到的。你残害嫔妃，让母子相离，该亲自赔罪。我被他身边的太监勒死，在睁眼。我回到了10年前，这次便如他所愿吧。我入宫的第22年，我的儿子登基，我成了这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。但刚刚已成皇帝的儿子却踢开了我的宫门，他脸色冷厉，怒吼着质问我：你为何杀害我的亲生母亲？朕忍了你许久，从9岁那年，朕就日日夜夜盼着你去死，去向朕的亲生母亲赎罪。宫人满脸惊骇，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，跪倒在地，后被皇帝身边的太监撵了出去。我站起身，好声问道：陛下可是吃了酒，在闹脾气？皇帝的这番话说得毫无征兆，而且荒唐。他是我疼了3天生下的孩子，怎可能有别的母亲？我只能猜测是否与我们之前的争吵有关。争吵的原因是他想把我的女儿，他的亲妹妹康家公主朕想让康家前去和亲，我自是不愿。先帝的公主那么多，怎么也轮不到皇帝的亲妹妹前去和亲。况且先帝在时，我为了扳倒陈妃与他所出的皇子，伤害了康家，陈妃被废，但康家也落下了头痛的毛病，我心有愧疚。此生的心愿便是康家在我与皇帝的庇佑下，能安稳地在京城生活。和亲之事绝无可能，但我认为理所应当的事却惹了皇帝大怒，我们不欢而散。我以为皇帝只是借了一个荒唐的理由宣泄怒气。孟氏，你敢夺人之子，却不敢承认。我夺了谁的孩子？李娘娘，你心肠冷硬，抢了他的孩子，却连他死后的追封也不愿给。你现在这个下场也是报应。谁？李惠曼。李惠云宫女出身，运气好怀了龙胎才给了位分，怀孕时大肆进补，导致难产，孩子出生便没了气息。我曾好心提醒过她，孕期不宜过多进补，她反倒怪我诅咒龙胎。你不必狡辩，你与李娘娘待朕如何，朕都看在眼里。皇祖母过世时，朕怕极了，是李娘娘抱着朕哄着朕，那时你又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你续齿为六，前面的几位兄长你也见到了他们的结局。你身为高贵妃的皇子，依靠得力的外家，有些事注定躲不过。你问我在哪里？我在保你的命。当年的皇帝不过10岁，还是调皮的年纪，和几个孩子玩耍时，最小的长公主的儿子不慎落了水，那孩子命大，被救了上来，但落了病根，先帝气急了。长公主是他亲妹妹，这是他最疼爱的外甥。其他几个孩子都说是皇帝将公主的儿子推下了水，皇帝那时被吓得哭个不停，连话也说不清。先帝摆明不想追查公主的儿子究竟怎样落的水，他只想给长公主一个交代。毕竟他儿子多，他并不护犊也不心疼，只是在先帝要问责时，突发急症不行了。这是个针对我们母子的圈套。我咬牙接下了这个锅，与皇帝多说无益。我只想着要怎样解决，不至于让皇帝背上残害手足的名声。太后的突然过世是个很好的机会。那时我为你皇祖母守灵，全后宫只有我跪满了7天7夜，第7日连站立都无法，只为换得你父皇一句你和小六人笑。可李惠云呢？不过给你送了几顿糕点，不过安慰了你2句。若没有我跪了7天7夜，你这个皇帝将先背上不仁不义的名声。你父皇根本不会考虑一个不仁不义的皇子继承大统。那年你10岁，尚且不懂，如今你已成家立业，还不懂吗？况且当年我并未丢下他不管，他当时被吓得不知所措，我让贴身侍女去皇子所照料他，只是没想到还是被李惠云钻了空子。狡辩罢了，你费了那么大力气夺子，岂会轻易放弃？夺子？太医的记录，当年的接生婆与医女俱在，你为何不问问他们？你母家势大，李娘娘出身低微，那些人自然不会想她。而且父皇告诉过朕，你不必知道。不过你也不用再惦记母家了。你的兄长科举帮助学子舞弊，京城已经被捉拿了，抄家流放的旨意想必现在也该到了。不可能，兄长他是个忠义古板之人，怎会？你竟拿国事戏，你用国事来陷害忠良。皇帝并未回答我。至于康家，朕的亲妹妹，朕主动要求康家和亲，以显示朕的无私与看重。母后觉得如何？康家无辜，大皇子造反，他还为你挡了一剑。可皇帝并没有听，他身后的太监从腰间抽出一条白绫。你好好去给李娘娘赔罪吧，她如此凄惨，
你也不该好过。我在这后宫生活25年，并非任人宰割的鱼肉。但皇帝前几月以清理后宫为由送走了我的几个贴身宫婢和眼线，我当时只以为皇帝恼了后宫干政，毕竟皇后被清理的眼线比我多，亲母子哪能有仇？孝道与亲缘压在皇帝身上，我只安心做这个太后便好。只是我没想到皇帝的理由竟如此荒谬。白绫缠上了我的脖子，斗了数十年，我竟亲手将这白眼狼送上皇位，埋葬了自己的母家与女儿。我恨极，我头痛欲裂，耳边还传来不断的哭声。我费力睁开了眼睛，我的贴身婢女松罗用指腹给我轻揉太阳穴。娘娘可好些了？我有些恍惚，松罗是我的大宫女，在多年前我反击陈妃时死去，已许久未见了。我抬眼，殿外挂着白绫，还有一阵阵的呜咽声传来。松罗见状问道：那娘娘可去桂陵？我忽然记起，这是太后刚刚去世的时候，那时的皇帝还是普普通通的六皇子，他被其他几人污蔑，又被怒火中烧的皇帝吓坏，在殿中哭个不停。我既心疼又无奈，皇帝言语中透露小六不爱护手足，心机颇深，我又怎能让这样的评价落在儿子身上？正逢太后过世，为太后桂陵的嫔妃们大多只去几个时辰，我便想出了为太后桂陵7天7夜的法子。小六在我与松罗的配合下，跪了2日便中暑呕吐，被送了回来。我让松罗照顾他，而我在暑热与焚香的热气中整整跪了7天7夜。到第7日时，我几乎站不起身，我强撑到皇帝说：“我知道的，你和小六仁孝，放心，落水的事朕会查清的。”我直到听到那句话才放心晕了过去。后来我大病一场，即使过了许多年，每到冬日也总是咳不停。只是没想到我如此尽心尽力，却不及李慧云为他端来的几块糕点。歇一会儿再去，身子不爽利。那六皇子之事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让几年回去吧。松烟跟着，好好睡一觉。已成定局之事，便不要再想了。小六被带走后，殿内清静下来。我已许久未曾如此安宁过了，一切回到了上来得及的时候。我那一世为他付出良多，母家孟国公府嫡支被抄家流放，孟家家风本是重文，为了景年，几个庶弟被早早放到军营，吃尽了苦头，最后还被连累。女儿康家被下药后落下头疼的毛病，及笄时还被想报仇的陈妃女儿推下假山，脸上落了疤，自此闭门不出。我慢慢合上眼，既然这白眼狼觉得几盘糕点更重要，便随他去吧。我并没有休息多久，有人闯了进来。李慧云一只手拉着景年，一只手用帕子抹着泪，哭哭啼啼地推开守门的小德子，闯了进来。小德子跟在后面一脸为难。我也知道，若是只有李慧云一人，小德子必定会将他拦下，但李慧云拉着景年，小德子便没了办法。我对景年视若珍宝，谁都知道的事。我摆摆手让小德子出去，看向了李慧云：“妹妹，可是出什么事了？”娘娘，景年可是您最疼爱的孩子，求您帮帮他，那件事不是他做的，怎能让皇子背负这样一个名声呢？陛下，一定是陛下错了啊！李慧云揽着景年，声嘶力竭，泪眼婆娑。景年的眼睛死死盯着我，双手紧握，似是在忍耐。这个场景活像是婆婆在刁难苦命的娘俩。我坐在榻上，懒懒抬眼看了一眼松罗，松罗立刻明，他走到李慧云面前，一边抬手狠狠打下去。李小主，这件事是陛下亲自判的，亲口说的。你质疑陛下的决定，是对陛下心有不满吗？李慧云捂着脸，一脸不可思议。因景年对他颇为亲近，我也给他2分面子，现在竟使他在我面前得寸进尺。景年满脸愤怒，他猛地站起身，举起手向松罗身上打去。我狠狠拍了一下桌子。景年收回手。母妃为何纵容婢女折辱李娘娘？她是为儿子好，难道母妃不希望儿子好吗？为你好。她做什么了？说与我听听。景年顿了顿，微微张嘴，却又什么都没说出来。可不是，李慧云做的唯一一件事便是拉着景年到我这里哭。那母娘为何啥事都不做？您不愿帮儿臣吗？你自己都不说，要我如何帮你？更何况你父皇都已下了定论，又何必再惹他动怒？儿臣不说是因为若儿臣当场反驳，父皇定以为儿臣顶嘴了，所以他怕给皇帝留下顶嘴的印象，便不言语，让我这个母亲出头，还了他的清白后，他还可以做出委屈的样子，得到皇帝的怜悯。好，果然是长在皇家的孩子。我闭上眼睛，不再言语。松罗挡在我前面。李小主，六皇子，我们娘娘歇息了。太后在7月下了葬，可令我疑惑的是，直至8月，落水之事陛下也没有提及。若是陛下忘记便也罢了，可长公主来提及多次，陛下反而闭口不言。我握紧簪子，手心被扎得生疼。生活在宫中，从不怕想得多，只怕想得少。陛下的上一世的反应与这一世截然不同，陛下怎会有如此大的差别？不对，陛下的态度并没有改变，按照他的习惯，认定之事必定当场训斥再加以惩戒。可上一世，他同样没有立刻处理落水之事，似乎有意给我想办法的时间。
直到我跪了7天7夜，陛下才着手解决这件事。难道陛下在等我想办法解决这件事？正在此时，松罗告诉我，陛下身边的太监长公公来了。淑妃娘娘安，陛下今晚会来您这儿用膳。多谢公公了。我看了松罗一眼，松罗立刻递出一个鼓囊的荷包。背靠国公府，我自然不担忧钱财。8月暑热，陛下常夜不能寐。听说娘娘这里有莲子之心，如能用上一点儿，想来也是为陛下分忧了。长公公走后，我才细想他的话。皇帝最近有烦恼的事，而长公公说我能为陛下分忧，莲子之心便是莲子之心。陛下的烦恼是关于小六的，可陛下向来对我与景年一般，为何如此？上一世死前，景年说过陛下曾与他说过什么，到底是什么，让他笃定非我亲生？难道景年真的不是我的孩？第二日，我见了母亲。家中可还安好？母亲在景年登基的3年前去世，与我已经许久未见了。娘娘不必忧心，家中还是老样子。不过你2弟3弟如今也长大了一些，我与你父亲商量，将他俩送去吴将军那里。不可！我赶忙阻止母亲，因母亲出身世家，父亲对母亲极为重视，家中姨娘在兄长10岁后才允许生下孩子，所以如今2弟才加冠不久，3弟即将加冠。我理解母亲的想法，景年背后需要有武将支持，可历来国公府都是文官，母亲便想了这个办法。只是2弟体弱，3弟聪慧又上进，是个读书的料子。上一世强行将2人送入军营后，便与他们离了心。母亲微微皱眉，娘娘不必担忧家中之事，有我在，他们翻不出什么来。2弟身子不好，3弟又不是学武的料子，将来前程未必会好。倒是阿武，他不是与栾将军家的长子青梅竹马吗？倒是可以结个姻亲。阿武是我的嫡亲妹妹，是母亲的妖女，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，阿武并没有受到母亲的宠爱。他出生时母亲伤了身体，需要休养，稍大些又逢兄长科考和我的及笄礼，所以阿武自小跟着祖母长大，与我和兄长都不亲密。徒儿可是阿武跟你说的，林家那个孩子前途不好，不是良配。并不是，猜的罢了。母亲可以去问问。他又怎会与我说这些？只是上一世，阿吴被嫁给了世家崔家，崔家人口众多，即使那时我已做了贵妃，阿吴过得也并不如意，但他从未说过什么。直到令家公子为救2弟而离世，那天我见到阿吴双目通红，他站在我华丽的宫殿中，紧握双手，说了一句：太累了，阿姐，我要坚持不下去了。崔家如牢笼般，阿姐，为何所有人都要为了你而过成这样？是我一直在逃避。阿吴是因为我才被嫁去了世家，毕竟崔家能站在6皇子身后，夺嫡便有了优势。我一直在蒙蔽自己，等景年登基便好了，2弟3弟还有阿吴，他们都能得到回报，只是没想到养出了白眼狼。蓝公子的母亲已经去世，家中后母长家，他又不得蓝将军喜欢，能有什么好前程？阿武是嫡女，便是世家也嫁的。母亲，林公子虽前途未卜，但妹妹的意见更重要，不是应该嫁于喜爱之人。况且现下林公子已入军营，前途如何不久便知。你也可多留阿婉2年。阿曼，可是有人欺负你？怎会？我可是一宫娘娘，有谁能欺负我？只是一件事，这是给父亲的。我在信中拜托父亲查一查景年出生那一年，皇帝身边发生的事。我怀上景年那年，是我入宫的第2年。那时我背靠国公府，又年轻颜色好，颇得宠爱。即使入宫时日不长，可陛下仍让我跟着去秋寿。可秋寿第9天，陛下遇刺了，他跌落山崖，不知所终。前朝震荡，后宫担忧。陛下仅有的4个皇子，大皇子为胡姬所生，无继位可能。2皇子夭折，小3、小4还在牙牙学语。太后急调了护卫军进京。幸运的是，在陛下落崖的1个月后，找到了他。陛下留在原地休养，而我彼时被查出怀了1个多月的身孕，便先送了我回宫养胎。陛下休养了大半年才回宫。那时我将近临盆，皇后为了照应，将同样怀孕的李慧云安排在了我宫中的西偏殿。国公府为我送来了1个医女和许多补品。那时年少心软，总让同样怀有身孕的李慧云一起吃。李慧云是个宫女，还不是宫中的宫女，是秋寿马场的宫女。她每次都吃得很多，一口还未咽下，又吃了第2口。医女告诉我，子壮母伤。我好心提醒，不要过多进补，她却怒骂我诅咒龙胎。李慧云生产时整整生了3天3夜，孩子生出来时便已断了气。李慧云抱着软枕，夜夜哭泣。我听到有些害怕。李慧云难产，血水一盆又一盆，整个宫中都弥漫着血腥味。就这样，孩子还一出生便去了。我在李慧云生产后的第7天发动，因为害怕耗费了太多力气。景年出生，我脱力晕了过去。醒来，他已经被裹好放在了我身边。我依稀记得松罗曾说过，景年被皇帝抱了一下才送进来。松罗，你还记得我生景年时吗？他是你看着放在我身边的吗？记得，娘娘。奴婢亲手从陛下那里接过的6皇子，不过不是奴婢亲手抱给陛下的，
陛下刚刚大病初愈，身体乏力，便独自在东暖阁，没有与太后一起。我到东暖阁后，陛下身边的陈嬷嬷让我在门口等着。我闭上了眼睛，医女说过我足月生产，产程顺利，可景年却先天不足，瘦弱得很。她摸过我的肚子，孩子怎可能如此瘦小？可我那时沉浸在做母亲的欢喜中，并未注意到她的话。冬至那一日，小德子慌慌张张跑进了屋。娘娘，六殿下说他不过来了，而且去找松烟姐姐玩吧，她给你缝了布老虎。李小主也在那里，而且奴才听到六殿下喊李小主娘亲。他怎的如此不要脸？是他生的吗？我却笑出声，这何尝不是双向奔赴？这两人但凡一人无意，都叫不出这声娘亲。皇后的大宫女就站在一旁。淑妃娘娘安。天寒，快些回去吧。没有遇到皇帝，我便转了一圈又拐了回来。这次见到了皇帝，他半弯着腰，几乎贴着小姑娘的耳朵。皇后的大宫女站在一旁，死死咬着下唇，脸色难看极了。我拎着食盒走上去，给陛下请安。阿曼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景年温习功课，连冬至都顾不得吃顿饺子，所以臣妾装了一些给他送去。陛下可要一起？景年前些日子还问起陛下呢。那朕便跟你一起吧。说罢，也未再看那小姑娘。到了景年屋外，我拦下了玉通报的长公公。陛下，我们悄悄去和好，您突然去看他，景年一定很高兴。也好，若是景年休息了，也不好再打扰他。刚靠近屋子，便听到了景年的声音。我以后定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。娘亲相信你。放肆！皇帝一声怒吼打断了屋内里，景年和李慧云惊慌的跪下。陛下，臣妾把这贱妇拉出去杖毙！父皇，儿臣不愿吃饭，是李娘娘抱着儿臣哄着儿臣，儿臣心中她就像儿臣的娘亲啊。反而是母妃，她许久都未看过儿臣。陛下，景年已经10岁，陛下这般年纪已入军队历练，可景年还如幼童一般，没有喜欢的饭菜便哭哭啼啼。景年身为皇子与兄长，怎可如此？臣妾想着锻炼一下景年，可没想到李妹妹竟追到皇子所，如婴儿般照顾景年，全然不顾臣妾的想要锻炼景年的心思。母尼子伤，臣妾怎会不懂？朕知道你处处为景年，你是个好的。因为临近年关，所以李慧云没有被杀，她被打了30杖，关进了暴室。奄奄一息，年一过，母亲来了，还带着阿吴。这孩子非要过来，说是给他阿姐道谢呢。阿姐怎么知道我与林公子？哦，小时候他捉了虫子，只送给你。阿吴聊了几句，去看康家了。母亲这才端正神色，从身上掏出一封信来。这是你父亲给你的，他脸色很不好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我打开信封，如我猜测般，当年皇帝秋寿遇刺落崖，被一个住在山下的农女所救。陛下因被树枝刺入胸膛，不便长途奔波，便一直在农女那里住着，直到那农女怀了孕。陛下对那农女喜爱至极，甚至留在那里与农女做了半年平常夫妻。只是皇帝性格阴晴不定，高兴时视她为珍宝，不高兴时让她怀着孕跪在屋外。农女在几番折腾下早产，她难产而亡，只留下一个瘦弱的小皇子。皇帝将这个皇子带回了宫，父亲说他找到了当年守门的太监，太监看见皇帝带进去一个活婴，带出来一个死婴。我的手攥着信纸，指尖泛着青白，信纸上写着小皇子耳后有一块青色胎记，景年的耳后就有一个青色的胎记。皇帝对农女很是喜爱，从他与农女做了半年夫妻便可看出来，皇帝不是一个长情之人。如皇后的侄女，如李慧云，便是一面之后再不相见。皇帝对农女的喜爱变成了愧疚，并随着她的死亡越来越深。皇帝想出了一个方法，他要给小皇子挑一个养母，好好将小皇子养大，让他做皇帝。他对农女的愧疚将补偿到小皇子身上。后宫中无宠无势的女人自然不是好的养母人选，但有宠有势的几个妃嫔几乎都有自己的孩子，现在没有，将来也会有。拥有了自己的孩子，还会对一个养子伤心吗？他盯上了我，他换了我的孩子。我不知道景年非我亲生，自然全心全意待他，哪怕后来再生子，景年身为我的长子，全族的资源也会向他倾斜。怪不得他如此恼怒景年叫李慧云娘亲，要直接杖杀他。在他心中，李慧云这个卑贱之人怎可与景年以母子相处？我又想起上一世景年说过的话，皇帝曾经给景年说过我非他亲母，但皇帝没有告诉他亲母是谁，景年便认为是经常关照他的李慧云，真是可笑极了。景年出生后，皇帝赏赐极多，惹得众人眼红，我的位分也从嫔位直接成了淑妃。想来那应该是他杀了我的孩子给我的补偿，与那农女一样的补偿。他真贱！阿脑，
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要杀了他。皇帝虽淫贱，但很惜命。那年秋寿遇刺后，这么多年再未出过宫，入口的东西也由3个太监侍吃。但我想到了一个人，1年后造反的大皇子。皇帝不喜大皇子，那胡姬是他一时兴起宠幸的，没想到他会怀上孩子，生下来后便将大皇子扔给了当时府上的侍妾，便再没管过。那侍妾在皇帝登基后被封了常在，在一处偏僻的宫殿养育大皇子。只可惜那侍妾几年后病死了，之后再没人管过大皇子。既无母家，又不得喜爱，一个人在偏僻的宫中，靠49人重伤皇帝，杀死2个皇子，致残4个。要杀景年时，康家挡在了他面前，大皇子的功绩抬了半分，擦着景年的肩膀而过。他未伤害公主与妃嫔，这是我选择他的理由。大皇子景时发尾微卷，琥珀瞳人，一眼便能看出胡人血脉。儿臣见过淑娘娘。宫中守卫森严，皇帝身边还有数十暗卫。你所计划之事在宫中无法成功。皇帝怕死极了，悄悄藏了暗卫。景时在数十暗卫的包围下，还重伤了皇帝，属实是个奇才。景时便逼宫了。景时半眯了眼，面上仍是笑嘻嘻的模样。只是在我转身时，淑妃娘娘有儿子。我顿了一下，一边往前走。我没有。能逼宫，有自己的势力，自然会去查我说这句话的原因。父亲的动作虽隐蔽，但有心之人还是能抓到蛛丝马迹。他现在不信任，是因为我有儿子。等他抓到蛛丝马迹，我们便站在了同一线上。开春时，皇后已经起不了身了。皇后的小侄女在我走后立刻出了宫，她病中难以起身，便给了我协理6宫之权。夏末，皇后病逝，她比上一世多活了4个月。临死前，臣妃出身太师府，所生3皇子优秀，是众皇子的表率。皇帝很不高兴，连带皇后的丧仪都轻了3分。在他心中，3皇子自然无法与他喜爱的景年相提并论。皇后深知皇帝性格，若他举荐我，皇帝绝无可能封我为后。这一年的秋末，我成了皇后。第2年春，我按住了蠢蠢欲动的景时，在皇帝提出要去行宫避暑时，我拒绝了。陛下年纪渐长，行宫路上舟车劳顿，陛下的身子怎能吃得消？皇帝很不高兴地摔了茶盏，宣布了他要去行宫避暑。夏至辰时，皇帝出发了。申时，皇帝被刺身亡，大皇子景时逼宫上位。亥时，我见到了皇帝，他被绑着，在皇宫的一处偏僻宫殿。他见到我，呜呜个不停。我拔出头上的金簪，举高，狠狠刺了下去。我的孩儿，再次救了人的农女，再次皇后和她的侄女，再次我满手都是鲜血，想再刺下的时候，景时挡了下来。母后，你总要留给我几下。说罢，他举起长刀。她叫白姬，我的生母，有青梅竹马的爱人，被你处死时不过20岁。她叫古青。我的养母为我求药时被你一脚踹死，死时不过20。皇帝已没了动静，景时所想我也明白，报仇是一，这种不可告人的杀罪才能将人牢牢绑在一起。我要转身离去时，景时开了口：母后可有想过景年如何？我淡漠地看了他一眼。那是你的兄弟，又不是我的儿子。我又当了太后，在我入宫的第15年，这次甚好，我成婚了，是侯府的小世子。母后牵着我的手送我出嫁。他紧紧拉着我，让我日后也要常进宫看他。皇兄把我背进了轿子，他是皇帝，这本不该由他做的，但他说他要让所有人看着，他是为我撑腰的人。拜天地时，我听到3舅舅的声音，他在20岁时便高中状元，现已官拜宰相，好不得意。大舅舅也来了，古板忠义，被皇兄信任，让他做了科举的主考官。他筛选的考生在朝堂都有所作为，深得皇兄信任。姨母没有来，她嫁人后便随姨父去了边关，已经许多年未曾回来了。母后说姨母是自由的鸟儿，四四方方的宅院是她的牢笼，她该在天空展翅。不过不久前，姨母还是给我带了礼物，是她与姨父共同猎的虎皮，还寄了信，说等姨父打赢这一场，便捉2个蛮子跳舞给我看。夜里，我做了梦，许是姨母提到了的原因，我竟梦到许多蛮子围着我，我呼喊着母后与皇兄，却无一人回应。我猛地惊醒，梦中的场景挥之不去，小世子揽着我，轻轻拍着我的背。回门那一日，松罗跟我说，我成婚的那天夜里，六皇兄不知为何赤脚跑了出来，大呼他才是皇帝，被随后赶来的母后用瓷瓶砸得头破血流。松罗说，六皇兄像一夜之间变了个人，之前在太皇兄的管理下温顺极了，现在变得像父皇。母后这几日多了个消遣，便是每天去六皇兄那里，六皇兄每说一句话，母后便用瓷瓶砸他一下。前朝的官员们上了许多折子，怒斥母后与皇兄，但皇兄只是说了一句，瓷瓶管够。我觉得大家都过得很好。我嫁入永明侯府的第3月，京中落了第1场薄雪，侯府的抄手游廊裹着一层素白，眼角垂落的冰冷映着暖日，碎光落在我手炉上，温温软软的。沈燕慈怕我冬日头痛就急复发，
天不亮就去小厨房守着，用红枣、桂圆与温性药材熬了甜汤，盛在掐丝珐琅碗里，递到我唇边时温度刚刚好，慢些喝，别烫着。他指尖轻拂过我鬓边碎发，眸底盛着浅淡笑意，永宁侯府小世子的金贵与温柔，全揉在了对我的一举一动里。我捧着汤碗小口啜饮，甜香漫过喉间，前世那撕心裂肺的头痛竟淡了许多。母后说我这病根是幼时落下的，这些年她总把最好的太医、最珍贵的药材往侯府送。皇兄登基后更是直接下旨，令太医院每日专人调配镇痛汤药，不许有半分怠慢。府里的下人都知我是太后心尖上的女儿，皇上最疼的妹妹。待我恭敬又妥帖，没有宫里的勾心斗角，没有晨昏定省的繁琐规矩。我每日只需在园子里赏雪、看书，或是陪着沈燕慈在书房研墨。日子慢得像江南的流水，安稳的让我时常觉得恍惚。夜里再不会被蛮子围堵的噩梦惊醒。起初沈燕慈还会整夜握着我的手，我稍有动弹，她便立刻醒来，轻轻拍着我的背安抚。后来一副在边关打了胜仗的捷报一封接一封送进京，我心里的惶恐渐渐散去，噩梦便再也没来过。她总笑着同我说，姨父是大晋战神，蛮子早已被打得溃不成器，再也不敢踏进边境一步。阿家不必怕。他知我惦记姨母，特意让人将姨母寄来的虎皮铺在我寝榻上，虎皮柔软温暖，带着塞北风霜的气息，仿佛姨母就在身边。榻边还放着姨母寄来的信，字迹洒脱凌厉，字里行间都是边关的肆意洒脱。他说等彻底平定战乱，便带着姨父回京，亲手教那2个蛮子首领跳舞，逗我开心。我将信笺贴身收着，每每想起，唇角都会不自觉上扬。回门之后，松罗变成了慈宁宫与侯府之间的常客。他大多时候是奉母后之命，给我送宫里新制的点心、江南新贡的绸缎，偶尔也会轻声同我说些宫里的事。我从不主动问起景年，可松罗知道我心里惦记，总会委婉地提几句，语气里带着小心翼翼，怕惹我不快。公主，太后今日又去冷宫了。松罗替我理着裙摆，声音压得极低。小太监们提前备了整整一排青花瓷瓶，都是景德镇新烧的，与那日砸破6皇子额头的款式一模一样。我指尖捻着袖针，绣着一幅寒梅图，针脚稳当，没有半分波澜。我见过景年被关在冷宫的样子。那日我进宫给母后请安，恰逢母后要去西北角的冷宫，她牵着我的手，温声说：“阿家若不想看，便在慈宁宫等着，母后很快回来。”我摇了摇头，跟着她去了。冷宫终年不见阳光，墙皮斑驳脱落，荒草长到半人高，风穿破窗而过，发出呜呜的声响。景年被悬铁锁链锁在廊柱上，曾经锦衣玉食的6皇子，如今发丝凌乱，衣衫破旧，身上布满新旧交错的伤痕，额角的血痂结了又落，模样狼狈不堪。他看见母后，便像疯了一般嘶吼，嘴里反复念叨着我才是皇帝，父皇说江山是我的，癫狂的如同失了心智。母后面色平静，无悲无喜。我站在母后身后，紧紧攥着她的衣袖，却没有半分怜悯。松罗说，景年如今的模样，像极了先帝，暴戾、阴鸷、偏执，骨子里的狠戾与自私如出一辙。先帝在世时对景年极尽偏爱，却从未教他何为帝王之德，何为手足情深。如今他落得这般境地，是自己执念太深，是先帝溺爱的恶果，与旁人无关。母后砸的不是瓷瓶，是后宫里藏了数十年的怨怼，是皇家骨肉相残的悲凉，是对那些被辜负、被伤害的人与事的交代。我从不会劝母后什么，她是太后，是我的母亲，她所做的一切都有她的道理，而皇兄永远是他最坚实的后盾。前朝的官员终究是坐不住了，御史台的折子像雪片一样堆在御案上，老臣们跪在太和殿外，痛哭流涕，怒斥母后苛待先皇子嗣，有失国母风范，更指责皇兄纵容太后，罔顾人伦。京中流言四起，侯府里的下人都窃窃私语。沈燕慈怕我忧心，特意下令不许府中议论宫廷之事，还日日陪着我，便招法哄我开心。我却一点都不担心，我太了解我的皇兄了，他是大晋的帝王，是从偏僻宫殿里挣扎长大，凭一己之力逼宫登基的君主。他心思深沉，手段果决，从不会被朝臣的言论裹挟。果然，不过3日，皇兄便让长公公去太和殿外传了一句话：瓷瓶管够，简简单单4个字，掷地有声，震得满朝文武哑口无言。那些带头谏言的老臣，次日便被查出贪赃枉法，结党营私，铁证如山，无可辩驳。皇兄下旨革职抄家，流放3000里，没有半分留情。一夜之间，朝堂鸦雀无声，再也没人敢提冷宫的景年，再也没人敢指责母后半句。我进宫谢皇兄时，他正在御书房批阅奏折，身着明黄龙袍，眉眼冷厉，周身是帝王的威严。可看见我进来，他立刻放下朱笔，眉眼柔和下来，招手让我到他身边，亲自给我包了一颗蜜饯。阿家怎么来了？可是侯府有人欺负你？他语气宠溺，与朝堂上那个杀伐果断的皇帝判若两人。我摇了摇头，将蜜饯含在嘴里，甜意漫开。臣妹只是想来看看你。皇兄轻笑，揉了揉我的头顶。有皇兄在，没人能欺负你，也没人能欺负母后。孟家的人都是朕要护着的。他的话
像一颗定心丸，让我彻底安心。我知道皇兄护着母后，不只是因为母子情分，他的生母白姬被先帝枉死，养母古青为护他丢了性命，他与母后一样，都被先帝伤得体无完肤，都在这深宫里藏着不为人知的伤痛。他们是彼此的盟友，是彼此的依靠，是这冰冷皇宫里唯一能相互取暖的人，而我是他们都想护在羽翼下的人。入冬之后，边关传来天大的喜讯，一副令将军率领大军彻底平定蛮族战乱，收复所有失地，活捉蛮族2大部落首领，班师回朝。皇兄下旨令文武百官出城10里相迎，为令将军夫妇举办盛大的庆功宴，举国同庆。得知消息的那一刻，我高兴地在侯府里转了好几圈。沈燕慈看着我雀跃的模样，眼底满是温柔，立刻让人准备车马，陪我一起进宫，与母后、皇兄一同在城门口等候。城门口人头攒动，百姓们夹道相迎，欢呼声此起彼伏。远远的，一对铁骑踏着尘土而来，玄甲鲜明，旌旗飘扬。为首的2人一左一右，骑在高头大马上，英姿飒爽，一副一身铠甲，身姿挺拔，面容刚毅，是威震边关的大将军。而他身边的姨母身着石青色劲装，长发高束，腰间配着弯刀，眉眼飞扬，笑意爽朗，没有半分京中贵女的娇柔，只有塞北风霜养出的肆意洒脱。她像一只真正自由的鸟儿，从辽阔的草原飞回了京城，翅膀上还带着风的痕迹。看见我们，姨母立刻翻身下马，快步朝我跑来，一把将我拥入怀中。阿佳，我的好孩子，姨母回来了。她的怀抱温暖有力，带着草原的气息，让我瞬间红了眼眶。我紧紧抱着她，哽咽着说：姨母，我好想你。姨母笑着拍了拍我的背，凑到我耳边小声说：姨母没骗你吧？那2个蛮子首领，姨母给你带回来了，等过几日便让他们跳舞给你看，保证逗得你开怀大笑。我破涕为笑，捶了捶她的胳膊，心里的欢喜快要溢出来。母后站在一旁，看着姨母，眼底满是欣慰。她总说姨母是自由的鸟儿，不该被困在四四方方的宅院里。如今姨母平安归来，得偿所愿，母后比谁都开心。皇兄走上前，对姨父躬身行礼，以帝王之尊敬这位保家卫国的大将军。蓝将军辛苦了，大晋百姓谢过将军。姨父连忙下马回礼，神色恭敬。臣为大晋，为皇上，万死不辞。家人团聚的时刻，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温暖的光景。宫里的庆功宴办得极为盛大，太和殿内丝竹悦耳，歌舞升平，满朝文武举杯同庆，一派国泰民安的祥和景象。大舅舅坐在科举主考官的席位上，面容古板忠义，周身是文人的清正。他所选的考生，如今都在朝堂各尽其职，为国效力，深得皇兄信任，满朝官员对他敬重有加。三舅舅官拜宰相，坐在文官之首，20岁高中状元的风华依旧，如今执掌朝政，处事果决，将朝堂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意气风发，好不得意。姨母与姨父坐在贵宾席，姨母大大咧咧地喝酒吃肉，丝毫不在意宫廷礼仪。母后坐在他身边，时不时给他夹菜，眉眼温柔，全然没有冷宫里的冷厉。我依偎在母后身边，沈燕慈坐在我身侧，紧紧握着我的手，给我布菜，满眼都是宠溺。我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心里满是安稳。就在这时，殿外传来一阵疯癫的叫喊声，打破了满殿的祥和。我才是皇帝，你们都是反贼，父皇会给我报仇的。是景年，不知是谁将他从冷宫里带了出来，他浑身是伤，衣衫褴褛，被2个太监压着，跪在太和殿外的台阶下，声嘶力竭的嘶吼，模样癫狂。满殿的欢声笑语瞬间停止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殿外，又纷纷转向母后与皇兄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母后端着酒杯，指尖轻轻摩挲着杯壁，面无表情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皇兄放下酒杯，眉眼冷厉，正要开口，姨母却先站了起来。她拿起桌上的白玉酒壶，掂了掂，大步走到殿门口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台阶下的景年，没有半分犹豫，抬手将酒壶狠狠砸了下去。哐当一声，酒壶碎裂，酒液洒了景年一身，碎瓷片划破他的脸颊，鲜血瞬间渗了出来。姨母抱着胳膊，冷笑一声，声音清亮，传遍整个太和殿，就你这副疯癫模样，也配称皇帝？我在边关提着刀杀蛮子，保大晋江山百姓，你却在后宫里装疯卖傻，忤逆君上，苛待母妃，连我边关将士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先帝偏心护着你，可这天下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姨母的话，这是太和殿，掷地有声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景年被他骂得浑身发抖，缩在地上，再也不敢喊出半个字，只是低着头，瑟瑟发抖，像一只丧家之犬。满殿文武无人敢言。母后看着姨母的背影，端着酒杯，终于露出了释然的笑意。那笑意里没有恨，没有怨，只有长久压抑后的轻松。庆功宴继续，歌舞再起，祥和如初。3宴之后，我与母后、姨母、皇兄一同走在公道上，月色皎洁，洒在汉白玉台阶上，像铺了一层银霜。姨母牵着母后的手，
兴致勃勃地说着边关的趣事，说草原的星空比京城的更亮，说骑着马在草原上奔跑，一日都见不到院墙，自由得让人沉醉。母后静静听着，时不时笑着回应，眉眼间的冷意尽数散去，只剩下温柔。我跟在他们身后，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心里暖暖的。我曾以为过得很好是锦衣玉食，是权倾天下，是风光无限，可如今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好是家人平安，是亲人相伴，是所求皆如愿，是所行皆坦途。母后报了心中的愿，护着自己的家人，再也不用在后宫勾心斗角，安安稳稳做她的太后，被皇兄敬重，被我依赖。皇兄坐稳了江山，高位了生母与养母的在天之灵。他勤政爱民，护着大境万里河山，是百姓爱戴的好皇帝。大舅舅坚守忠义，执掌科举，选贤任能，桃李满天下，实现了文人报国的理想。三舅舅才华横溢，官拜宰相，辅佐皇兄治理朝政，风光霁月，得偿所愿。姨母与姨父相守边关，保家卫国，如今凯旋，再也不用分离。她依旧是那只自由的鸟，不受牢笼束缚。而我嫁得良人，被夫君宠爱，被家人护着，远离纷争，安稳度日，病痛与惶恐都成了过眼云烟。景年虽疯癫被囚，却是自己执念所困，怨不得旁人。前朝官员虽有非议，却被皇兄一一平定，朝堂清明，国泰民安。这世间本就没有十全十美，可于我们而言，已是最好的光景。腊月廿三，小年，母后与姨母进宫，大舅舅、三舅舅带着家眷一同前来，皇兄更是换上常服，微服来到永宁侯府。一大家子人围坐在侯府的暖阁里，炭火噼啪作响，暖炉烧得滚烫，桌上摆着美酒佳肴，点心果品。窗外大雪纷飞，屋内暖意融融，笑语声声。沈燕慈坐在我身边，悄悄将一个暖手炉塞进我手里，低头在我耳边轻声问：“冷不冷？”我摇了摇头，靠在他怀里，看着眼前谈笑风生的家人。母后与姨母聊着家常，大舅舅与三舅舅说着朝堂与科举的趣事，皇兄与姨父讨论着边关访务，孩子们在一旁嬉笑打闹，热闹非凡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唇角不自觉扬起，心里满是幸福。公主，您看，大家都过得很好。我点了点头，眼底盛满笑意。是啊，大家都过得很好，岁岁安澜，年年顺遂，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，这便是我想要的一生，也是最好的结局。暮春时节，御花园的海棠开得如云似霞，风过处落英缤纷，沾了满襟花香。姨母站在海棠树下，令将军正手把手教小儿子挽弓。姨母时青涩劲装，烈烈生风，眉眼间尽是快意。大舅舅坐在石桌旁，你选的这些门生啊，个个都比你当年高中时厉害多了。皇兄脱了朝服，正蹲在地上给我的女儿扎风筝，龙纹长服上沾了草屑也不在意。母后坐在凉亭里煮茶，银壶咕嘟作响，茶香袅袅。沈燕慈从身后揽住我，将一朵开得最盛的海棠别在我发间。我端起母后递来的茶，温热的茶汤滑入喉间，阳光透过花枝洒下来，落在每个人含笑的脸上。是啊，大家都过得很好，